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一说俄军的情况。败走红利曼，赫尔松吃紧，俄军战线是不是真的出现了巨大的漏洞呢？最近呢，乌克兰战场上最大的标志性事件就是俄军撤出了红利曼。西方宣传呢，这是乌军攻坚作战的一次成功，但实际上呢，俄军压根儿就没打算坚守。乌克兰国防部称之为19某 2.0， 意思是哈尔科夫的胜利重现。不过红利曼失守是事实，而且在俄罗斯国内引起了不小的震动。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甚至要求立刻使用战术核武器。根据俄罗斯国防部的声明呢，从红利曼撤军呢，是因为当地的部队有陷入被包围的危险，所以第58集团军呢派出了大约1个团的兵力，保障后撤通道的安全，确保了大约6000名东乌民兵的安全撤退。但是从乌克兰发布的消息来看呢，俄军撤退的道路上丢弃了很多型号的很多数量的主战坦克步兵战车和卡车，其中甚至还包括比较新款的特 90A 主战坦克，可见俄军在红利曼战斗中呢还是有相当大的损失的。应该说这一次红利曼的撤退是俄罗斯发动特别军事行动以来第3次比较大的挫折。第一次是在4月8号，俄罗斯被迫宣布放弃对基辅的围攻。第2次是在9月初，俄军失去对哈尔科夫州已经夺占的部分领土的控制。当时俄军呢，因为兵力不足，防守空虚，被乌军高速突破。作为战争的发起方和一个公认的军事强国，俄罗斯在这场局部战争中和一个二流的军事国家打得如此的焦灼，居然连续遭遇失败，着实让人震惊。目前乌军呢正在赫尔松州方向发起新的一轮反攻。早在9月初呢，乌方曾经设法对赫尔松州实施进攻，但是收效甚微。俄军当时击退了乌克兰2个摩托化的步兵旅的主动进攻，给乌军造成了数千人的伤亡。但是呢，让俄军没有想到的是，乌军在赫尔松方向持续投入更强的兵力，在第聂伯河右岸形成了一定的突破。从现在的战场态势来看呢，如果俄罗斯军队不做出有效的部署，那么右岸的俄军主力有可能会遭到合围。赫尔松州跨越第聂伯河的主要桥梁已经被乌军破坏，如果俄军不能守住右岸，就要被迫撤退，只能采用人渡或者是浮桥，那这个风险都相当大。乌军在夺取了红利曼之后并没有停下来休整，而是继续向前推进，大有把俄军一举赶出顿巴斯的态势。当面的俄军似乎也没有组织坚守防御的态势，乌军没有遭到炮火的覆盖，反而是得意洋洋的在社交网络上展示所谓的战果。现在对俄罗斯来说呢，已经不是能不能把乌克兰去军事化、去纳粹化的问题了，而是前一阶段是战果能不能保得住，已经公投的加入俄罗斯的4个州能不能够保住。乌克兰的政治态度非常明确，不但要把俄罗斯赶出这4个州，甚至要把俄军赶出克里米亚，恢复2014年以前的俄罗斯和乌克兰边界。俄军要想阻止战场局势继续恶化，就必须用更快的速度完成动员，把征召起来的人员迅速的形成有效的战斗力，投入战场。要是这个做法还是不能解决问题，俄罗斯恐怕就只剩下使用战术核武器和进行总动员2个选择了。那无论哪一种选择，对普京政府来说都是非常痛苦的。好，这期话题我们就评论到这里。